在湖南郴州的深山之中，藏着一座颠覆所有人认知的奇特古寺。整座寺院镶嵌在丹霞坦洞之中，依崖搭建的殿宇宛如纸扎一般，造型奇特又诡异。岩壁间还矗立着一座南天门，里面神佛满天，仙气十足。可转过拐角，瞬间让人头皮发麻。岩壁下密密麻麻摆满了棺木，每一口都被裹得密不透风。棺内究竟存放着逝者遗骸，还是空空如也？今天就跟着镜头，我们一起走进这个神秘之地，去一探究竟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阿乐。今天我来到湖南郴州永兴县的黄泥镇，我的身后就是国林寺。这个地方的景色啊，真的是太壮观了，而且里面非常的神秘。现在我就带大家进去啊，一探究竟。这个位置交通是很便利的，它能直接把车啊开到里面去。我们来看看这个丹霞大溶洞，红色的岩石，太漂亮了。它的高度有68米。宽度是158米，纵深有119米，它被号称为南国丹崖第一洞。现在我们走到里面去看一看，这里还有几只鸭子，边上是一大片的荷花，现在已经开花了，还挺漂亮的。现在天空呢已经在下雨了，但是没关系啊，里面它是一个山洞嘛。这些岩石上呢，栖息了很多的燕子。现在我们还能看到这些燕子呢，在上面盘旋，它们就在那些小孔里面筑巢。以前这个地方它也叫岩潭，为什么叫岩潭呢？就在前方的岩石之上，它会出岩，刚好可以供这寺庙里面的僧人使用。但是后来呢，这里面的僧人为了施受牟利，岩石上呢，它就不再出岩了，后面改为国林寺。国林寺是民间有一个传说啊，说这个地方是明朝时期的皇陵，但这个地方并不是明朝时期的皇陵啊，它只是一个传说，所以说就叫国林寺。现在我们到里面去看看。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大块的石头啊。据说这个石头啊，是以前从这上面掉下来的，就是从这个位置掉下来的。他们觉得这块石头比较灵验，然后在上面呢也是供奉了一位道长。这位道长是谁呢？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这里面现在也是有人居住的。这顶上就是南天门。然后这边就是有棺材的地方。现在我们先到这寺庙里面去看一看吧。这上面好多燕子啊！这里是二王庙。我们大概看一下吧。国泰民安，这里面供奉了4尊神像。这里供奉的是关二哥、关羽、关公，然后这里就是主殿。国林寺，这一尊是弥勒佛，这里还有一尊更大的。边上这里是地藏殿。我们到这主殿里面去看一看，这里面住着一位师傅。师傅你好，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啊？哦，这里是主殿啊，主殿这个地方。
供奉的是观音菩萨、大雄宝殿。这边是四大天王，这边2尊，然后在这边还有2尊。哦，这里面就是大雄宝殿。这里供奉的应该是西方三圣。哦，这里面是佛教的，这些就是18罗汉这2边，然后这边还有，它这个地方是佛教跟道教共事的，还有民间的神祇，可以说是3教共事。这外面才是道教的。这边也是有一排的神像。那它这个地方，假如佛教跟道教是分开的话，这一尊应该被称为慈航道人吧？佛教才是观音菩萨，道教的称为慈航道人。好，现在我们去地藏殿。这里还有一只小猫啊，这么小。这里就是地藏殿，我们来看一看地藏宝殿。中间这尊就是地藏王菩萨，这边是地母宫，地母。这里是三皇宫，这里面真的好舒服啊，很凉快。你们看这里的风景，哎呦，太漂亮了！主要是它前方有一个很大的祠堂，这边上就是岩石啊，这些石头看起来就很坚硬。上面这里是观音殿，我们上去看一看。然后这个位置就是以前出营的地方。现在我们看岩石上还有很多白色的结晶，然后下方这里还有很多石桩子，这就是以前的寺庙留存下来的。这里还有一个风机，这个是用来吹稻谷的壳。这是啥呀？这看起来好像也是农用的工具啊。然后这里还有一尊地藏王菩萨。它这个山洞里面呢是非常干燥的，平时我们进去那些山洞里面都会滴水，它这个山洞就很神奇啊！你们看这些岩石上，一滴水都没有。真正的冬暖夏凉。这里就是观音殿，这里面供奉的是千手观音。它这里有一个国林寺的简介，我们大概的看一下。它以前的洞名就是叫银潭。然后它始建于明末，现有明清石桩，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出影的那个地方，下面有很多石桩子嘛，就是以前留存下来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到上面的南天门去瞧一瞧。这里也是4大天王，中间这一尊是弥勒佛，笑口常开啊。这里有很多的功德碑。我们看它这个路啊，就是在岩石上开凿出来的。
我们到了，这里就是南天门，神佛满天啊！哎呦，太壮观了！这里面就是五百罗汉。我们走到最上面去了。这一尊是伏虎罗汉。这上面也是有很多的造像。我们来看看这下面。你们看这个场景，真的看起来非常的庄严神圣啊！五百罗汉在下面就是这一尊是送子弥勒，很开心啊，知足常乐。这还骑着大象，这里有骑狮子的，有骑鹿的。这边居然有4师徒，你们看，唐僧、沙僧、猪八戒、孙悟空。现在我们到这边去看看，这边摆放了很多的棺材啊，但是大家不要害怕，它这个是空的，它只是当地的一个风俗，叫祭棺。这些是当地的一些村民为家里面的老人呢准备的寿材，他们放在这个地方呢，寓意就是增福添寿。有的这些寿材啊，放在这个地方10多年了，老人现在是活得好好的，身体越来越好了。看起来挺诡异的，实际上没啥，里面全是空的。这里还有一些打鼓的机器，好像是坏掉了。然后到这里就没了啊。我们到这边回过头来看一看，这棺材应该有40副吧？好像没有啊，应该30副左右。这边这个位置好像以前是有建筑的，不知道进来干嘛的。上面这里立了一座塔，叫静安塔。这是一位大师啊，就是以前寺庙里面的大师，当地人给他立的一座塔。然后这边呢还有几座墓，这也是以前寺庙里面的师傅。我们看墓碑上都是什么正教弟子，都是出家人。我们站在这个位置，再来看看这座寺庙。主要是它这个房子啊，真的看起来比较诡异啊，真的像那个纸房子一样的，白色的墙，看不出来它是什么风格。刚才我没注意啊，这上方的银币上居然有一间小屋啊，我们看看是干嘛的。砖头砌起来的，有一道小门，这不知道是干嘛的。我们看看里面有啥，反正我是看不到的。这个相机不知道能不能看到。
这个地方当时不了解，感觉挺诡异的。当我们亲身来了解之后，其实也没啥，这些棺材它全是空的。主要是它这座房子看起来的确比较诡异啊。你们说这个是什么风格？真的很像那个纸房子，太另类了。朋友们，现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看完了。它以前这个位置叫银坛，后来叫国林寺。它最开始始建于明末时期，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后方的这些建筑啊，它并不是以前留下来的，这是后来村民们集资修建的。它这个地方很特别啊，它是三教共祀。然后现在呢，这里面也是住着一位师傅啊，他一个人守着这个地方。但是这里的环境的确很好啊，空气也很清新，特别的舒服啊，住在这里。好，今天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